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活着，把欢乐留给自己，把眼泪留给读者，是读者对余华的打趣评价。活着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。小说讲述了农村人福贵坎坷艰难的一生，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。当命运一次又一次碾过福贵，活着的意义便只剩下活着。故事始于一个我年轻时在乡间收集民间歌谣，一个夏天的午后，走到一棵茂盛的树下，看见近旁田里一位老人和一头老牛，阳光亮晃晃地照在泥土上，泛出白光。老人叫福贵，他坐在树荫里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脚上沾满干泥巴。老牛趴在他脚边，慢悠悠嚼着草，偶尔甩一下尾巴。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，福贵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一生。他说这辈子想起来很快就过去了，平平常常。他爹指望他光耀祖宗，算是看错了人。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，往后越过越落魄。可他寿命长，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人世，他还活着。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生动，皱纹欢乐地游动着，镶满泥土，如同田间小道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老牛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，像是能听懂似的。福贵年轻时是地主家的少爷，徐家有100多亩田地，在当地有头有脸。他娶了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家珍，漂亮知书达理，但福贵不争气，整天沉迷赌房，10天半月不回家。那份沉溺就像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，怎么都分不开。他穿白色丝绸衣衫，头发抹得锃亮，往城里一走，谁都知道是徐家少爷来了。他行事张扬，时常放纵玩乐，走路带着一股横劲。家珍怀着7个多月身孕去赌桌叫他回家，被他扇了几巴掌，跪在地上也没能让他回头。赌场里烟雾缭绕，牌九啪啪作响。福贵红着眼，双手在桌上翻飞。家珍跪在脏兮兮的地上，用手撑着大肚子，一声不吭跪了好久，眼泪把脸上的灰冲出一道道白印。赌场里的人都看不下去，有人劝他先回去，他只是摇头。福贵头也不回，朝他吼了一句：“你给我滚回去！”那声音大的连隔壁桌都安静了一瞬。家珍挺着大肚子一路哭回了家，路上的人纷纷侧目，他却什么都顾不上。福贵被一个叫龙二的人设计了圈套。龙二表面谦卑和善，逢人便笑，一肚子坏水，天天吊着福贵胃口。每次福贵输得差不多了，龙二就拍拍他肩膀说：“福贵少爷，手气不好，今天就别玩了，改天再来。”福贵一听这话，像被戳了痛处，非但不肯走，反而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压上去。龙二笑着摇头，慢悠悠开牌，每次刚好赢他一点。半年下来，福贵把祖辈留下的家产全输光了，100多亩地没了，祖传老宅也赔给了龙二。那天散场时，龙二客客气气送他出门：“福贵少爷，今晚手气不顺，改日再翻本。”福贵木然点头，走出门才发现天快亮了。输光那天，福贵从赌场出来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脑子里嗡嗡响，像千百只蜜蜂在飞。他蹲在街角墙根下，看早起的人挑着担子走过，觉得一切像做梦一样。他想那一屁股债也不能走上绝路，对自己说：“算啦，好好活下去。”可一想到爹，心里一阵发麻。这下他还不把自己狠狠训斥一顿。就那么一会儿功夫，他瘦了整整1圈，眼窝都青了。回到家，他娘正在院里喂鸡，一抬头看见他的脸，惊叫起来：“你是福贵吧？”声音抖得厉害，鸡食盆子差点掉在地上。福贵不看娘，推门进屋。正在梳头的家珍看见他也吃了一惊，梳子停在半空，一想到昨晚对他又打又踢，福贵扑通跪在他面前：“家珍，我完蛋啦！
说完呜呜哭了起来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他爹得知消息后，气得老泪纵横，背着手在堂屋里走来走去，布鞋把地面磨得擦擦响。骂归骂，他爹忍痛卖掉了田地，换来的不是银元纸票，而是一筐筐沉甸甸的铜钱。他爹指着那堆铜钱说，赌债也是债，自古没有不还债的道理，田地房子都抵押了，明天他们送铜钱来，你挑着去还债。福贵点点头，喉咙像塞了团棉花。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来，光着膀子，肩上搭一条粗布巾，一担一担挑铜钱，从清晨挑到夜幕，肩膀磨得红肿发痛，扁担压上去像刀割，血珠子渗出来染红了布巾，来回跑了10多趟，每趟双腿发软，快要撑不住。铜钱哗啦哗啦响，他每走一步都数着呼吸，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就栽倒。最后一趟挑完，他蹲在地上痛哭，眼泪砸在铜钱上，终于明白了祖辈赚钱的辛苦。一家人从宽敞屋子搬到茅草屋，家具神物全抵了债，只带了几床破被子和一口铁锅。搬进茅屋那天，他爹蹲在粪坑上如厕，双腿无力摔了进去，再没能醒过来。福贵和娘把他捞出来时，人已没气了，脸上沾着脏东西。福贵跪在旁边愣愣看了很久，他娘受不住打击也病倒了，整天躺在草铺上咳嗽，咳得满脸通红。家珍被他爹用8抬大轿接回了娘家，轿子停在茅屋外，红彤彤的，和周围破烂景象格格不入。家珍穿着水红旗袍，挺着肚子，一步一步走出茅屋。他回头看了福贵一眼，眼泪一颗一颗掉下来，砸在衣襟上晕开深色圆点。福贵站在门口，手扶门框，嘴唇动了动，终究什么都没说。后来家珍生下了有庆，满月后一个人从城里走了10多里路，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走回福贵身边。他推开门时，福贵正在劈柴，柴刀差点砍到自己的脚。家珍把孩子递到他面前，你儿子叫有庆。福贵接过孩子，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。福贵进城给娘请大夫，半路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，他和老全、春生一起被抓，3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。老全是个老兵游子，30多岁，脸上有一道疤，说话粗声粗气。春生年轻，白白净净，没吃过苦。战场上他们躲在坑道里，外面是几千名伤兵，呻吟声此起彼伏，天黑了又下起雪，伤号的声音一段段飘来，带着长长的尾音，像有人用指甲刮铁皮。后来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只剩下风声。天亮时，昨夜负伤的士兵全没熬过寒冬，静静躺在雪地里，薄薄白雪盖在身上，像盖了一层白布。老全也愣了很久，叹息一声，摇头，惨啊。他爬出坑道，翻看伤员，把冻僵的身体一个一个翻过来，想找几个活口。后来他站住了，向福贵和春生伸出4根指头，有4个，我认识。话刚说完，一颗榴弹飞来，正中老全后背，他当场倒下，嘴角冒出血沫。福贵和春生把他拖回坑道，人已没了气息，眼睛还睁着。福贵用手和他的眼皮，那眼皮又弹开，试了3次才闭上。福贵命大，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家。他拿着盘缠一路走一路问，走了2个月才回到家乡。沿途村庄被炮火翻过，断壁残垣，路上尽是逃难的人。走进自家茅屋时，娘已经走了，坟头长出了青草。家珍独自带大了女儿凤霞。凤霞因小时候高烧没钱及时救治，变成了聋哑人。她看见福贵站在门口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只是笑，一个劲儿的笑，笑得眼泪出来，却喊不出一声爹。她跑过来拉住福贵的袖子，又指指屋里。福贵一把抱起凤霞，对家珍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家珍站在灶台边，手里拿着锅铲，眼泪无声地淌，
只是摇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福贵觉得一家人只要在一起，日子再苦也能过。他对家珍说，往后的日子总会慢慢变好，那时庄稼收成不错，虽然要交公粮，剩下的也够吃。家珍坐在门槛上那鞋底，用牙咬断线头，看着他说，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，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。福贵知道他是在求他们再不分开了，他们重新过日子。儿子有庆已经会满地跑，光着脚丫跑得像阵风。福贵后来听说，赢了他家产的龙二成了地主，土地改革后被处置。那天龙二被押解路过福贵身边，瞪圆了眼睛，嘶哑地喊，福贵，我是替你扛下了所有磨难。福贵吓得魂都没了，回家对家珍说，要不是当初输给他，今日承受苦难的就是我。他越想越后怕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打那以后，他更觉安稳活着就是天大的福气。有庆跑得快，村里没人追得上，他天天光着脚去上学，把鞋拿在手里怕跑坏鞋底。福贵看着心疼，骂过他几次，可有庆还是照旧。福贵盘算着等有庆小学毕业就让他挣工分，日子就能松快些。但真正的悲剧才刚开始，家珍得了软骨病，浑身没力气，站都站不稳，连桶水都提不动，只能坐在竹椅上看着福贵忙。有一天，有庆学校的校长，也就是县长的夫人，在医院生产时大出血，老师把5年级学生集合到操场，让他们去医院献血。孩子们一听给校长献血，高兴得像过节。一走出校门，有庆就脱下鞋拿在手里，光着脚往医院跑，脚底板拍在石板路上啪啪响。他第一个跑到医院，气喘吁吁站在门口。老师嫌他乱跑不守规矩，一开始不让他抽血，后来其他孩子血型都对不上，才又用上他。有庆对老师说血型对上了，得意地说，我是第一个到的。他高兴得脸涨红，跑到门口对外面的人叫，要抽我的血啦。他躺在抽血床上，伸着小胳膊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可医院为了抢救县长夫人，持续抽血，一管接一管。有庆渐渐支撑不住，嘴唇发白，小声说我头晕。医护只冷淡地说抽血都头晕，继续抽。等他们停下来，有庆的身体已经冰凉了。福贵赶到医院时，有庆已被搬到走廊条凳上，盖着白被单，小小的，瘦瘦的。他掀开被单，看到儿子清白的脸，嘴唇还微微张着。他抱着儿子的身体想哭，哭不出来，喉咙里发出干嚎。他一遍遍想着有庆中午跑出家门的情形，光着脚，书包一甩一甩，头也不回喊了声爹，我走啦。那声音还在耳朵里，